Mixed replies all style. Somehow I was wired with the wires all wrong. Why is it so hard not to try so hard? 離開高松之後呢，我幫自己安排了一個3天2夜的小旅行，然後要去岡山的倉敷、美觀地區，還有廣島。從倉敷車站出來之後，走這一條過去就可以到美觀地區了。所以其實來倉敷這一帶玩美觀的話非常近。然後現在人已經在要去美觀地區的路上了，等下會跟我的前室友會面，我們一起去吃一間咖啡廳，然後下午就在美觀地區逛逛。倉敷就字面解釋是倉庫聚集的地方，因為臨近瀨戶內海。倉敷呢曾經是江戶時代作為米糧與棉花等物資的集散地，大量的富商在此建造堅固的倉屋、夫與商鋪，也奠定了雄厚的建築規模。2次大戰的時候呢，倉敷幸運地避開了大規模的空襲，並且在1969年，倉敷市就特別制定了美觀地區景觀條例，甚至還提供高達80%的建築外觀修繕補助，鼓勵民眾維護珍貴的老屋建築，才得以讓美觀地區高度保存至今。我覺得由政府主動出面保護這些古蹟，真的是很難得也很感動的事，也才能讓我們在數百年後的今天，還能感受當年繁華小鎮的樣貌。美觀地區最有代表性的特色，就是眼前這一棟棟白牆黑瓦的建築了。這些白色灰泥呢，其實還具有防火防潮的效果，拿來作為倉庫建材是最適合不過的了。即便只是轉了幾個彎，就會回到大馬路上，但只要一踏進這個地方，就會有一種時空靜止的感覺。和過去的繁華相比，現在多了點平靜，卻不減這裡的風華。對我來說呢，這就是歷史和現代共融的樣子。這個很漂亮耶，感覺像是一個迷你版的京都。而且超多地方可以逛的，如果有時間的話，感覺真的到處都可以逛，很多地方都可以走進去，然後每間店都很有特色。這次真的再見了，拜啦！我回到一個飯店裡，因為剛才在外面逛的時候，有些店裡面都是不能夠攝影的，所以想說把東西買回來跟大家分享我在倉敷美觀這邊買了什麼。首先是阿智神社的御守，它有一個漂亮的名字叫花纏手。阿智神社後面有一整盘紫藤花，所以他才把他的御守做成像是紫藤花缠繞在你的手上。然後買了这2種顏色的，一個是紫藤花的紫色，然後另外一個是季節限定的藍色。我現在已經對一些御守有些疲乏了，就是買回去之後，你沒有這麼多的包包可以拿來掛這些御守。但是如果它變成一些其他的形式，像這樣子，我覺得就很不錯，就可以拿來當成夏天的一個穿搭配件。拆我的給大家看，這個是夏季限定的，它會長這樣子，很可愛，我覺得很不錯，真的好漂亮哦。下一個是在很多日本人的家裡面都會看到這隻小狗的身影，它有個名字叫做勝利狗。我覺得它的概念有點像台灣以前的大同寶寶，都是一些那種以前的擺飾配件，然後到現在就变成了古董。然後這個勝利狗有各種尺寸，然後呢，我就在那一間店看到它屋頂上全部都是勝利狗，我說天哪，該不會是一間勝利狗專賣店吧？那邊就是收集了很多各式各樣的古董，在一個小角落有看到它的大小也比我原本預計的再大一點點，所以我後來就想說，好吧，那先不要好。然後只有再往前走幾步之後呢，就看到一間整理的比較乾淨的，也是古董店。果然就在架上面看到一只小只的，跟我現在買的這只中只的這只，咔咔給大家看，超級可愛的。它其實雖然是陶瓷，可是它並沒有很重哦，而且它的保存狀況我覺得還不錯，蠻可愛的，就是一個大概15公分以內的大小。我很想要收集很久了，就居然真的被我收集到。所以如果大家也是跟我一樣想要找這個勝利狗的話，可以來倉敷美觀地區。再來下一個是在林園十郎商店買的。我覺得它有點像是台南的林百貨那樣的感覺，就是一棟建築物，然後裡面有很多品牌進駐。那我在那邊買的是這個小野寺光子做的一個小繪本，我覺得很可愛，因為它裡面畫就是各種跟倉敷美觀地區有關的一些小插圖。我对這種東西很沒有抵抗力，而且我蠻喜歡它的畫風的。拆給大家看啊，脫掉啦！它的畫風就這種感覺。很可愛，而且因為很多倉敷的店不能拍照嘛，所以我覺得用這種方式把這段旅行的回憶保存下來是一種方式。
他保存他的回憶，我保存他保存的回憶。推薦給大家，這是那個林園十郎店，我就是在這棟建築物裡面買的。那以上就是我在康夫美觀地區買到的一些伴手禮們，很推薦那種很喜歡文青類的手作藝品，或者是 TN， 這裡也有 TN， 而且每一間店賣的東西都不太一樣，比較不會重複性這麼高。今天倉敷的話就到這邊結束，明天早上呢要準備出發去廣島，那我們就明天見啦。早安，今天是要出發去廣島的一天。如果從廣島要去宮島的話，可以買它這個乘車乘船券，還有包含從宮島站到宮島上面的那個渡輪的費用，宮島訪問稅也是涵蓋在內的。因為如果搭這種廣島路面電車的話，搭一次好像是220塊，然後如果去宮島的話是按照里程計算的，所以買這個一日券的話會比較便宜划算。只是缺點是因為它電車是每一站都停，所以可能会花比較久的時間。使用的方式很簡單，就是你買到之後刮開你要使用的那一天的日期就可以了，所以你也可以先買，要用的那天再刮就好了。它路線它也有到原爆紀念館前面，像我今天要去宮島玩之後，想要再去原爆紀念館，這樣子就蠻划算的。可以跟着它的這個指標走，直接拿着一日乘車乘船券搭船就可以了。記得如果是買一日券的話，只能搭宮島的大氣船哦。宮島就在前面。船快到我根本不知道它開了，然後它就到了，超好笑。宮島其實正式的名字是岩島。直到江戶時代後，受參拜的熱潮影響下，大家開始用比較親切的宮島來稱呼這座神聖之地而普及。這裡還有跟奈良一樣的特色，就是到處都是野生鹿。宮島的鹿群被認為是比人類更早定居於海上的原住鹿，而在過去的信仰中，鹿也被認為是神明的使者，所以長久以來都受到保護。也因此，島上是嚴格禁止餵食鹿群的哦。從這裡就可以看到宮島神社的上鳥居。退潮的時候是可以走下去的，這一帶這樣好漂亮哦，很愜意的感覺。宮島好像是個很有名的神聖的地方，為了不破壞到宮島本體，所以他們才把鳥居建在海上，就是連宮島神社也是在海上的。然後宮島的新鰻很有名，所以我等一下吃鰻魚飯。是这种醬油色的飯，很好吃哎！我覺得跟一般的鰻魚飯不太一樣，一般的鰻魚飯比較像是醬燒，這個比較像是單純烤它，把它的食物本身的鮮味烤出來而已。宮島另一個很有名就是這個楓葉餅，我選了焦糖的。剛吃完飯馬上買甜點的人，甜點是另一個味。皮很脆，那個醬是醬膏狀的那種，我覺得吃起來有那種鯛魚燒的感覺。我等一下有可能會再回去買一個。吃飽飯之後，現在要走去岩島神社了。沿着這個沙灘往前走，就會看到海上鳥居。再往前走，就會看到岩島神社。在鳥居旁邊這邊的沙灘，真的超級多鹿的，真的好像假的。但是如果你們有拿什麼東西、袋子那種的話，要小心，他們會覺得那是食物，然後就會想要吃。岩島神社的入場費用是300塊日元。岩島神社最為人所知的呢，是它宛若漂浮在海上的壯觀感。但其實更讓人佩服的是它超越時代的建築智慧。瀨戶內海劇烈的潮汐變化，可以讓此處的潮差達到4公尺。他們利用楠木等耐海水的木材打好基底，透過稱為冠的傳統木構工法，使整個神社成為一個完整的結構，共同分散海浪和潮汐帶來的力量。另外，神社的地板呢也刻意保留了縫隙，讓海水湧入的時候能夠自然排出。長達280公尺的回廊也是經過精密的計算，才能創造出滿潮時像漂浮在海上的神殿，退潮時又能走到神殿下方，近距離感受建築細節的雙重參拜路線。不管是建材或設計上，都幾乎不破壞海洋生態，反而提供藻類生長和魚類產卵的生存環境。
完全呼應到這裡是神聖之地的初衷。這也是嚴島神社超越外觀更迷人的地方。古人沒有試圖改變大海，而是在理解自然之後呢，創造出一座能與潮汐一起呼吸的神社。剛抽了一個歐米庫吉，我居然拿到了凶呀！這是我抽這麼多次歐米庫吉以來第一次拿到凶哎！等一下去找那個地方把這個惡除掉。到完嚴島神社了，現在呢要準備再搭船回去，然後再轉路面電車去看原爆紀念館。到了廣島平和紀念資料館，館內總共有1萬到3樓4層。進來的票價的話是大人是200塊，也可以另外租400塊的語音導覽。那我們就去看看吧。1945年8月6日上午8點15分，1枚原子彈在廣島市中心上空引爆。那短短的一瞬間，徹底改變了這座城市的命運，也成為人類歷史上無法被遺忘的一頁。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們，往往在瞬間高溫中來不及反應，便失去了生命。而即使僥倖撐過爆炸，也要面對嚴重燒燙傷、彌漫的濃煙，以及輻射對身體所帶來的長期痛苦和影響。如今的平和紀念資料館，透過照片、文物與親歷者留下的故事，記錄着這段歷史，也提醒着人們和平的珍貴。展館最後的長廊留有一本筆記本，我在裡面看到了同樣來自台灣的人寫下的文字。走出展館後，看着如今充滿綠意的平和紀念公園，真的很難想象這座城市曾經經歷過如此巨大的傷痛。廣島用這個真實發生的歷史故事，期望把和平的訊息傳遞給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，也期望悲劇不會再次發生。不管怎麼樣，反正這些東西它留在現在這個地方，就是作為見證這一段歷史曾經發生的一個見證者。提醒着世界，提醒着大家，不要再有戰爭，可以讓一切都和平的過去。這部影片到後面會不會變得有點沉重？那廣島跟岡山的影片就在這邊結束了。不管是沉重的歷史的部分啊，或者是真的有旅遊很開心到的地方，都是我真的體驗過的回憶。有快樂的地方，就一定也會有難過的地方，這就是人生。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